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穿新李宁上班，大裤衩穿他高级。他还跟杨紫吃饭。有媒体报道，肖战和杨紫正在横店一家餐厅吃饭。报道称，肖照刚果的严严实实，在助理的带领下进入了火第一店，杨紫和工作人员也跟着进了餐厅。吃完饭，他们也来回走了。两个人没关系吧？事实上，肖战和杨紫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和同事，两人合作过很多次，在一起的画面也很多。现在还有一部待播剧准备播出。有报道称，为了宣传他们最近发行的《余生》，肖和杨正在一起走进综艺节目，已邀请飞行嘉宾。随后有粉丝出面辟谣，从细节中得知两人并非同一天共进晚餐。最近那英、杨紫、黄子韬、孙红雷等艺人都在横店录制综艺节目，肖战也正好在横店拍戏。横店就是这么大，很多明星都在，所以他们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并不稀奇。一些媒体通过制造嗡嗡声来获得关注是很常见的，尤其是肖战是一个行走的流量，连他合作的品牌都不需要预宣传，官宣就是嗡嗡声。肖战也在不断更新顶流宣传的天花板，这直接证明了肖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吸引力，所以很多人都在寻找与他合作的机会。肖战上下班还有人看着他，哪怕只拍到他的一根头发，对于替他拍的人来说，也是为了流量的宝物。上次肖战发文训斥私生子时，他提到私生子不仅跟车、机器、跟团，还在高速公路上追，甚至故意放慢车速。更惨的是，肖战拍完戏晚上回酒店，却不能回房间休息。有人故意多次输错密码，导致酒店楼层的密码锁打不开。还有一些私生生因为拍不到肖战的脸骂脏话，一直嫌弃肖战的后脑勺。尽管一再呼吁，但仍有一些人仍然做他们该做的事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。不过自从上次出现这种情况后，剧组又派出额外的工作人员撑着雨伞护送肖战去片场，秩序比之前好了很多。今天早上，肖战从酒店离开去片场，还有人在偷拍。身穿是李宁的新品，上半身长袖，下半身短裤，帅气奔放。但网友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了这条大裤衩上。今天横店的天气暖和舒服了，小助理帮他背了李宁的背包，没想到普通的短裤被他穿出高级感。更搞笑的是，肖战的小腿竟然抢尽风头，粉丝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他的腿毛。腿毛来了，别着急，腿毛又长出来了。瘦就是瘦，但你全身都是肌肉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头发。事实上，肖战的体毛很重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之前有粉丝说我喜欢 Battle 的浓密腿毛，下次不修了，只想看看腿毛。还有人说，为什么我对 Battle 的发际线感到有些心碎，荷尔蒙太强了，很容易冒掉脱发的风险。说起来，粉丝们的担忧也够奇葩的了。之前肖战拍小视频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关心他的兔牙，怕他一改就丢了。我有话要说，有些人是因为肖战的一笑而入坑的，他们喜欢他身体的纯洁，就这么简单。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，腿毛和兔牙对一些粉丝来说可能有点问题。虽然大家都很关心肖的消息，但也不想打扰他的私生活，尤其是肖今年特别忙，怕他不能好好休息。期待作品早日播出。02随着《天才的基本法则》即将于7月22日播出，该剧在爱奇艺平台已预定110。该剧最终的收视率和收视率是否与其在3大平台待定剧集预定名单中的排名成正比，无疑将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。优酷和腾讯都在官网开设了各自即将上映的剧集专区。截止发稿，杨紫、程毅主演的《沉香如渣》和陈晓、王一博主演的《冰与雪火》已经成为优酷古装待播剧数榜首。和现代主题分别，在爱奇艺方面，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预约量超过100万的《天才基本法》外，《苍兰诀》《岳歌航》《民国大侦探》《请君入瓮》等多部剧的预约量都超过了50万。
肖战主演的《玉骨遥》，杨紫主演的《长相思》，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《三体鬼吹灯》系列衍生剧《昆仑决》，秦昊领衔的中生代演员的大旗都出现在腾讯的强势接班栏目中。被称为平台剧的竞争，腾讯视频的王牌项目并不过分。预约数据的高低，可以反映出目前网络用户影院观影群体对播出剧目的期待。但在正片上映前，观众的判断除了平台内部的评分标准和官方公布的主演阵容外，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结合编剧、导演、造型等幕后团队的过往作品来给出自己的判断。在此基础上，优衣库三大平台在筹备影视项目、组建团队、收视率等方面无疑会比以往更加慎重。同时，从《玉骨遥》300多万的预约量，《冰与火》177万的预约量，杨紫的2部古装木偶剧《沉香如屑》和《长相思》都是平台剧，不难看出，以年轻观众为主要目标的优衣库，在新项目的选择上，仍然会以外形高大、号召力强的年轻演员为主导。小编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不同的造星思路，新生代演员的发展路径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模式。目前，三大平台几乎没有差异化的头部内容输出模式，导致以网剧作品为主的非一线青年演员难以突破圈层认知。此外，从题材上看，虽然近年来年轻人喜欢现实题材作品的趋势有所上升，但仅从保留数量上看，古偶题材和 IP 剧在开播前仍是最吸引年轻观众的。因此，即使抱怨古装木偶剧制作水平下降的声音不断，但与更注重剧本逻辑、节奏把握、演员演技的悬疑刑侦题材相比，强调大众情感共鸣的都市情感题材，古装木偶剧的产出比例和受众人群显然更适合优腾平台。目前，三大平台的高收视剧，爱奇艺的《天才基本法》本周5开播，腾讯的《玉观音》和优酷的《琼瑶》也多次传出消息，即将在今年暑期档定档。届时，上述受到平台和观众高度重视的剧集的综合评分，势必成为三大平台未来筹备影视项目的重要参考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